话说当年杨宗保那是何等样人，天波府的小太爷，大宋朝的顶流衙内，要样貌有样貌，要门第有门第。可就是这么一位眼高于顶的官三代，怎么就偏偏在那荒郊野外的木柯寨，被一个女土匪给生擒活捉了？您真以为是那穆桂英看上了他的俊俏？您各位仔细瞧瞧那木柯寨的阵仗，那是相亲吗？那是布好了口袋阵，等这位贵人入瓮呢。这场相爱到底是少男少女的情窦初开，还是江湖势力强行碰瓷名门望族的暴力并表？话说这天下大事，无非是一个利字在里，一个名字在外。在那北宋年间，天波府杨家将的名头，那可是响当当的硬招牌。这就好比是当今地界上最顶尖的红顶财团，那是含着金钥匙顶着战功匾出生的。可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名头响是响，内里却早已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后的如履薄冰。咱们书接上回，单说这杨家的小三爷杨宗保，这位爷生的是面如冠玉，眼若流星，打小就在那佘太君的膝头长大，在那功勋世家的脂粉气与硝烟味里浸润久了，心气儿自然高得没边。这一日，正赶上木柯寨这桩大买卖，杨宗保领了军令去取那能破天门阵的降龙木，这在他眼里哪是去打仗啊？这分明是老天爷赏饭吃，给他这个职场新人安排的一次刷简历的镀金之旅。您瞧瞧，他这头一日出征，那是何等样的排场！身披一件银光锁子甲，胯下一匹追风白龙驹，手里那杆红缨枪的鹰穗儿，随风一摆，就像是一团烧得正旺的虚火。他这一路上，心里头准是在盘算着，等我把那劳什子降龙木取回来，王老帅杨六郎案头一撂，那往后的少帅之位还不是板上钉钉。这种心态就像是刚出校门的名校优等生，觉着这天下间的事儿只要按着规矩办，就没他平不了的坑。可他浑然不知，在那云雾缭绕、山势险峻的木柯寨上，早就有一双跟猫科动物一样敏锐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这头大肥羊。咱们把视线往那木柯寨的山头上挪一挪。话说这穆桂英，那可不是寻常落草为寇的草头王，这位种那是大将穆羽的掌上明珠，更是打小在江湖阴谋里淬过火的野性总裁。您得细品，在那等级森严的封建地界，一个姑娘家能在那穷山恶水的地方立住脚，靠的是什么？是手段，是眼界，更是那一股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狠劲儿。此时的穆桂英正百无聊赖地坐在那聚义厅前的石阶上，手里拿着一根细细的马鞭，有一搭没一搭地抽着脚底下的青草，那眼神深邃的跟老井水似的。当探子报上来说有个天波府的少爷领着官兵杀过来的时候，穆桂英这嘴角微微一勾，那一抹笑里藏着的不是怒，而是猎人看见猎物掉进陷阱后的戏谑。他心里门清，这降龙木是块肥肉，可也是块引火石，光守着这根木头没用，得给这木头找个能变现、能保值的壳公司。而杨家就是大宋朝最稳当的那块招牌。您看，这穆桂英还没见着人呢，心里头那一本并购账单就已经算到了骨子里。他知道，要是直接投诚，那叫启降，顶多混个偏将当当，说不定还得被那帮京城的官太太看不起。可要是能把杨家的少东家给套住，那这木柯寨全寨子的身家性命，可就成了天波府的入股资金了。这杨宗保带着官军晃晃悠悠进了山谷。您各位得留神看这细节，这杨小将军虽然武艺不俗，可这江湖经验到底还是浅了层皮。他看着这山谷幽静，只当是土匪怕了官军的威严，心里头那股子傲慢劲儿一上来，马鞭子挥的那是啪啪作响。他这就像是拿着红头文件的总公司特派员，觉得这地方势力见了他都得磕头谢恩。
等到了木柯寨山门下，他那嗓门提得老高，喊的是奉旨取宝，打的是家国大义的旗号。这种做派在穆桂英眼里简直就是小孩子过家家。穆桂英在那林子深处悄悄窥视着，盯着杨宗保那深亮的黄眼的银甲，心里头暗笑，这哪是来打仗的，这分明是来显摆身份的。在职场里，这就是典型的用力过猛，把弱点全摆在明面上了。穆桂英在那一刻就断定了，对付这种温室里长大的官三代，硬刚是下策，得先碎了他的自尊，再揉了他的心气。两人头一回交锋，那画面简直就像是定格了一样。杨宗保挺枪跃马，正要大喊一声草寇内命来，结果就瞧见山坡上那一道红影闪过。穆桂英骑着一匹赤兔大红马，穿着一身大红战袍，那颜色亮得扎眼，跟杨宗保那一身肃穆的银白色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您各位咂摸咂摸，这红与白的对冲，在心理学上那就是一种强烈的感官侵略。穆桂英没急着动兵刃，先是上下打量了杨宗保一眼，那眼神里的轻蔑啊，就像是看着一个还没断奶的娃儿。他冷哼一声，说出的话带刺，每一个字都往杨宗保最敏感的身份地位上扎。杨宗保哪受过这个啊？他在天波府那是众星捧月，谁见了他不称一声宗保爷？这时候被个村野丫头羞辱，那火气腾的一下就烧到了嗓子眼。人一急，这招式就乱了。杨宗保那一杆红缨枪刺过去，虽然力道大，可全是虚招。穆桂英却不慌不忙，他手里的两柄大刀舞得跟风车似的，却总在最关键的时刻停在那杨宗保的咽喉半分处。这叫什么？这叫调戏。您看这职场上的博弈，最怕的就是这种猫戏老鼠。穆桂英每一次错身而过，那刀锋刮起的凉风都在杨宗保的脸颊上划过，每一次都像是在扇他的耳光。杨宗保是越打越心惊，越打越没底。他这时候才发现，自己平时在家里跟叔伯兄弟们对练的那些招式，到了这生死肉搏的江湖场上，竟然全成了花架子。这就是现实对理想的第一次暴击。杨宗保这时候不仅是体力在流失，更关键的是他那颗作为将门虎子的自信心，正在这一刀一式中分崩离析。他在想，我堂堂杨家传人，难道连个女子都打不过？这一想，心神就散了。而穆桂英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要在他最骄傲的地方种下一颗自我怀疑的种子。这场首秀打到后来，其实已经变了味儿。杨宗保拼了命的想维护他那点可怜的官军体面，而穆桂英却在享受这种掌控感。他忽而加速，忽而勒马，把杨宗保带得在这山岗上团团转。您各位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杨宗保的银甲上沾满了尘土，头盔上的红缨也歪到了一边，那股子从京城带出来的贵气，早就被这木柯寨的风沙给吹得一干二净。他这就像是一个自诩精英的投行高管，被一个老辣的包工头给绕进了合同陷阱，除了干着急，一点招都没有。就在杨宗保气喘吁吁、心乱如麻的时候，穆桂英看准了一个破绽，那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神招，而是一个极其隐蔽的拨草寻蛇。他的刀背轻轻一磕杨宗保的手腕，杨宗保只觉得虎口一麻，那杆代表着杨家荣誉的红缨枪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这一声响，在那寂静的山谷里格外刺耳，也像是直接敲在了杨宗保的心尖上。他整个人都傻了，呆在那儿动弹不得。在那一刻，他不仅仅是丢了一杆枪，他是把这辈子所有的骄傲、所有的身份加持全给丢了。穆桂英并没有急着去抓他，而是好整以暇的勒住马，居高临下的看着他，那眼神仿佛在说：杨家小少爷，你这职场第一课的学费交的可够贵的。
这场所谓的仙人跳开场，到这儿才刚刚铺垫好最底层的底色。穆桂英通过这一仗，彻底撕开了杨宗保的防线，不是皮肉伤，是自尊心的粉碎性骨折。只有把他的自尊心打碎了，接下来他才能按照自己的心愿，把这个官二代重新捏成他想要的样子。杨宗保代表的是那种活在条条框框里，活在父辈阴影下的守旧势力，而穆桂英代表的是那种野蛮生长、不受规矩束缚的新兴力量。当这两股力量在穆柯寨的半山腰碰撞，杨宗保的溃败是必然的，因为他还在讲究招式美不美、礼仪合不合，而穆桂英只在乎这局能不能赢，人能不能留下。您各位咂摸咂摸，这现实生活中，多少刚入行的年轻人觉得家里有背景，手里有文凭就能横着走，结果被那些摸爬滚打出来的老油条一招降维打击给打得怀疑人生。这还没完呢，您以为穆桂英赢了这一仗就完事了？这才是他连环局里的第一环。他看中了杨宗保，更看中了杨宗保背后的天波府。这就像是一个极具眼光的创业者，在最关键的时刻捕捉到了一个能带他飞上枝头的独角兽。接下来的事儿，那才叫精彩。他是怎么在这众目睽睽之下，把这个已经丢了魂的杨小将军给带回山寨，又是怎么开始他那场关于降龙墓的利益置换的？那山道上的每一个台阶，其实都是穆桂英给杨宗保设下的心理台阶。话说这兵败如山倒，倒的不光是那几千官兵，更是杨宗保心里头那座立了20来年的名将丰碑。杨宗保打马飞奔，那一身的银甲在乱林枝桠间剐蹭的嘎吱作响，身后的官军早就成了惊弓之鸟。您各位咂摸咂摸，这杨家小将军此时的心境，哪还有半点刚出征时的气吞万里如虎？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在这荒山野岭里找条生路，回大营去搬救兵。可他忘了，这穆柯寨的山水草木，每一棵树，每一块石，那都是姓穆的。就在他转过一道山坳，觉得终于甩开了那抹红影的时候，耳畔只听得嗖的一声破空锐响，那声音不似寻常剑士的沉闷，倒像是一只金笋穿林。杨宗保下意识的一低头，只觉得头顶一阵凉风扫过，那力道精准的跟算好了似的，不多不少，正好贴着他的头盔边缘擦了过去。等他回过神来，伸手一摸，心都凉了半截。他那顶代表着三军主将威严的虎头盔，顶上的那簇红缨竟然被这一箭齐根射断，此刻正飘飘摇摇的落在黄土坡上，红的刺眼，像极了一抹自尊的残红。您各位得细品这一箭的机锋。在战场上，杀人那是下策，诛心才是上策。穆桂英在那半山腰的巨石后头，手里紧握着那张雕弓，嘴角挂着一抹志在必得的笑。这一箭，他要是想取杨宗保的性命，那他现在就是一具冷冰冰的尸首了。可他偏偏选了那个红缨，这在咱们现代职场里叫什么？这叫定点破防。就好比是你去谈一个大项目，对方老板没把你赶出门，却当着众人的面把你名片上的头衔给抹了。这一箭射掉的不是红缨，是杨宗保身为将门之后最后的遮羞布。他告诉杨宗保一个残酷的现实：你的命不在你爹杨六郎手里，也不在朝廷的律法里，就在我穆桂英的指缝里。这一瞬间的心理暗示，比捅他一刀还要命。他在杨宗保那骄傲的心田里硬生生地豁开了一个口子，让恐惧和一种莫名其妙的敬畏感像潮水一样倒灌了进去。杨宗保勒住马，看着那一地的残缨，整个人像是被施了定身法。换作是旁的草寇，这会儿早该是一哄而上，乱刀砍死，或者是五花大绑了。可穆桂英偏不，他骑着那匹大红马，从树荫里悠悠哉哉地晃了出来，
手里还把玩着剩下的一支羽箭，那神态哪像是面对敌军主将，倒像是自家的后花园里遇见了个迷路的小后生。他不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他，这种沉默比叫骂更折磨人。杨宗保在那儿喘着粗气，手里的红缨枪抖得跟筛糠似的，他想喊，嗓子眼里却像塞了团败棉花。这就是典型的心理压制。在人际博弈中，当一方彻底掌控了节奏，另一方哪怕手里还有兵刃，那也已经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杨宗保此时的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他在想这一箭的来头，在想这女子的手段，更在想，如果今天真死在这儿，那天波府的百世英名是不是就断送在自己手里了？这种家国大义与个人生死的剧烈博弈，让他的反应迟钝到了极点。您各位再往深了里看，这一箭其实是穆桂英抛出的第一张名片。他得让杨宗保知道，穆柯寨不是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菜市场。在职场里，如果你想让一个背景深厚的对手对你产生敬畏，你不能光靠示好，你得先展示一种能随时毁灭他的能力，然后再展示你这种能力的克制。穆桂英这种留你一命的慈悲，其实是最高级的暴力。他看准了杨宗保这种名门子弟的死穴，他们不怕死，但他们怕丢人，怕输给一个籍籍无名的乡野女子。穆桂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却又给杨宗保留了一丝丝残存的幻想。他这时候开口了，声音清亮，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权。他问杨宗保，杨家的小将军，是你这红缨硬，还是我的剑快？这一句反问，直接把杨宗保最后一丁点儿的防线给问他了。这就好比是甲方对乙方的最后通牒，虽然还没签字画押，但底牌已经全露了。杨宗保在这山坡上看着那红衣女子，忽然觉得眼前的世界变得极其陌生。他以前认识的那些京城闺秀，哪个不是温婉贤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可眼前这位野性张扬，手狠心稳，这种前所未有的冲击力，就像是一把火，烧掉了他过去20年的认知。人啊，往往是在这种价值观崩塌的瞬间，最容易对摧毁他的人产生一种近乎崇拜的情结。杨宗保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当他没有选择立刻反击，而是陷入这种深度沉默的时候，他心里的那个主权已经开始偷偷的向穆桂英移交了。咱们常说，这相爱2字，有时候是从相杀开始的，但这种相杀必须得杀出层次感来。穆桂英这一箭射偏了是为了长远，射中了是为了当下。他通过这一箭完成了对杨宗保的第1轮背调。这小子虽然狂，但心眼不坏，且极其看重名节，这是个可以调教的优等生。而杨宗保也通过这一箭领教了什么叫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种权力的失衡成了他们情感滋生的第1块土壤。您说，要是没这一箭的下马威，杨宗保能老老实实跟他回寨子吗？他准得拼个鱼死网破。可现在他犹豫了，他开始权衡了。一旦一个人开始在绝境中权衡，那他离缴械投降也就不远了。穆桂英看着杨宗保那张清白交替的脸，心里头那本算盘珠子拨弄得更响了。他知道这根降龙木的引子已经点着了，而杨宗保就是那个最好的火药桶。他不急，他得让这股恐惧在杨宗保心里再发酵一会儿，就像酿酒一样，火候不到，这酒就不够烈。他缓缓地收起弓，拨转马头，留下一个英姿飒爽的背影，临了还丢下一句话：杨将军，若想要你的红缨，就随我来。这一招欲擒故纵，玩的那是炉火纯青。杨宗保看着那背影，又看了看地上的段英，牙关一咬，鬼使神差的竟然真的催马跟了上去。这一跟，那可就不是简单的追敌了，
那是他踏入了穆桂英专门为他编织的那个关于伦理、权谋与情爱的深潭。话说这山道弯弯，杨宗保策马跟在那抹红影后头，心里头那滋味就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全在那儿搅和。您各位咂摸咂摸，这一路上的马蹄声，一声声都像是敲在他那所剩无几的自尊心上。等进了那木柯寨的大门，两旁的喽啰兵呐喊助威，那一杆杆明晃晃的长枪斜指苍穹。这阵仗哪像是进山寨，倒像是进了一座随时能把人骨头渣子都磨碎的绞肉机。杨宗保刚一踏进那聚义厅的门槛，还没等他摆出天波府小将的架势，耳畔只听得风声飒然，那穆桂英身形如鬼魅般一闪，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根非丝非麻、透着幽幽紫光的长锁。这便是江湖上传闻已久的捆龙锁。杨宗保只觉眼前花影乱颤，双臂猛地一紧，那长锁就像是有生命似的，顺着他的肩膀一圈圈盘旋而下，力道拿捏得极准，既让他动弹不得，又没勒进骨肉里去。这一瞬间的肢体接触，带着山野草木的清香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侵略感，直冲这位贵公子的脑门。这哪是简单的擒拿？这在职场博弈里，就是最直接的肉身锁死，是对方在告诉你，别谈什么背景，别聊什么大义，现在你的肉身就在我掌心里，你的呼吸都得按我的节奏来。您各位得盯着这穆桂英的眼神瞧，那眼神里透着的不是恨，而是一种像是在打量一件稀世珍玩的贪婪与审视。他那指尖在拽紧绳索的那一刻，有意无意地划过杨宗保的虎口，那种粗糙的带着长期握刀留下的薄茧的触感，跟杨宗保那双虽然练武却依旧细腻的官家手撞在一起，简直就是两种阶级的暴力融合。杨宗保整个人僵在那儿，脸涨得通红，那是羞愤，更是从未体验过的被一种异性力量全面压制的生理性战力。在现实生活里，这就好比是一个心高气傲的技术大牛，被一个不讲理却极具手腕的市场总监给当众按在了谈判桌上，那种由于身体受限而产生的心理崩塌，往往是摧毁一个人意志的最快途径。穆桂英并没有急着把他关进大牢，而是身子微微前倾，在那杨宗保的耳根子后头轻喝了一口气，声音压得极低，却字字扎心。杨将军，天波府的规矩大，我这寨子的绳子紧，您是想听规矩呢，还是想试试这绳子？这一招在那人情世故里叫做降维式的亲昵。他通过这种近乎调情的肉搏，把原本紧绷的敌我关系硬生生地拽进了一个暧昧又危险的灰色地带。杨宗保那时候心跳得跟擂鼓似的，他想挣扎，可那捆龙锁越挣越紧，勒得他胸膛起伏，刚好对上穆桂英那似笑非笑的嘴角。这种权力与荷尔蒙的交织，让这位只读过《孙子兵法》和《烈女传》的少年彻底迷了方向。您说，一个男人什么时候最容易心软？不是在他赢的时候，而是在他彻底输了，却发现对方并没想要他的命，反而还在用一种近乎宠溺的方式折磨他的时候。穆桂英这手儿玩得老辣，他深知这些名门子弟的死穴，他们怕粗鲁的折磨，却受不了这种精致的凌辱。他这就是在杨宗保的心里装了一个感应器，每一次绳索的收紧，都在探测这个男人的底线到底在哪儿。咱们再看那聚义厅里的气氛，两旁的寨民们在起哄，在那粗犷的笑声中，杨宗保觉得自己就像是被剥光了，丢在闹市里。这种环境施压是穆桂英布下的第二层局，他要让杨宗保意识到，他引以为傲的那个大宋将门的身份，在这里不仅不是保护伞，反而成了大家的笑料。在这个场域里，唯一的王就是穆桂英。这种心理暗示极其恐怖，它会让人产生一种斯德哥尔摩式的错觉，
觉得只有顺从这个掌控者，才能获得暂时的安全感。杨宗保的眼神开始从愤怒转为迷茫，最后竟带了一丝求助式的委屈。这在职场管理中，就是把一个刺头员工的自尊心彻底打碎，然后重新塑造成一个只听命于你的执行者。穆桂英通过这根绳索，不仅锁住了杨宗保的身体，更是把他的神魂给圈在了这个方寸之地。这肉搏战打到这份上，其实胜负早已不在武艺高低了。穆桂英那双修长的手顺着绳索一点点往上爬，最后竟搭在了杨宗保的肩膀上。他那手心的温度隔着薄薄的衣衫传过去，在那一刻，杨宗保脑子里那些家国情怀、破阵使命，全都被这一丝丝的热度给烧化了。他在想，这女子怎能如此无礼？可他又忍不住想，这女子的力气怎地这么大，眼神又怎地这么亮？这就是男人最真实的劣根性，在强大的吸引力面前，所有的道德教条都得给本能让路。穆桂英捕捉到了他眼神中那一闪而过的慌乱与迷醉，他知道这头傲气的银狮子已经被他套上了龙头，接下来就是牵着他进后房，谈谈那笔关于降龙木与终身大事的大买卖了。这世间的男女情爱，有几分是纯粹的怦然心动，多的是这种在权力博弈、身份压制中产生的变态美感。穆桂英这哪是相亲啊，这分明是跨国大厂强行兼并地方小作坊，而且还是那种带着私人情感的恶意收购。他这一拽绳索，杨宗保就不得不跟着他往前走，每一步都踏在他过去20年的人格废墟上。在这山寨的深处，在那摇曳的火光下，这根捆龙索就像是一条脐带，把两个原本绝无可能的命运死死地连在了一起。这就是现实的真相，有时候让你心动的不是温柔，而是那种能彻底掌控你的强大。话说这杨宗保被那根紫光莹莹的捆龙索倒攒马蹄般拿捏住了身骨，深一脚浅一脚的被拽进了木柯寨的后堂。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后堂是什么地方？那是这土匪窝里的核心机密室，更是穆桂英这位女 CEO 的私人办公室。一跨过那道磨得发亮的石门槛，外头的喧嚣呐喊声瞬间就像被棉花给堵住了，只剩下两人沉重的呼吸声在空旷的厅堂里回荡。穆桂英把绳头往那虎皮交椅的扶手上一绕，顺手那么一扯，杨宗保整个人便不由自主地跌坐在客位上。此时的杨小将军脸上的红晕还没退干净，那是一股子羞恼交织的燥热。他抬头一瞧，只见正位后头的条基上供着一截黑黢黢、沉甸甸，却隐约透着龙鳞纹路的木头。这就是大宋朝满朝文武梦寐以求、能破天门阵的核心技术——降龙木。这木头在那儿一搁，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诱饵，又像是一张无声的判决书，把杨宗保原本想说的那几句要杀便杀的硬气话，全给堵在了嗓子眼。这在职场博弈里，就是最典型的资源垄断下的强制谈判。穆桂英压根儿不用开口求你留下来，他只需要把那份你梦寐以求的核心资产摆在你触手可及却又隔着千山万水的地方，你就得乖乖坐在那儿听他开价。穆桂英这时候也不急着说话了，他慢条斯理地解下战袍，随手一扔，那动作利落的就像是刚签完一个大单的霸道总裁。他自顾自地拎起桌上的紫砂壶，倒了2杯热腾腾的苦荞茶，那茶香里带着一股子山野的烟火气，这味道跟天波府里那种用明前龙井泡出来的清高劲儿全然不同。他端起一杯，轻轻吹了吹浮沫，那双亮的惊人的眼睛就隔着那层薄薄的水雾，死死地锁着杨宗保。杨宗保被他看毛了，梗着脖子喊了一句：“你要降便降，要杀便杀，拿着木头羞辱本将算什么英雄？”
您听听，这声音虽然大，可底气虚的跟什么似的。穆桂英扑哧一声跃了，那笑声里带着一股子说不出的老辣。她把茶杯往桌上重重一磕，那声音清脆的像是在杨宗保心头上敲了一锤子。他开口了，语速不快，却每一个字都像是手术刀一样精准。杨少爷，您在这儿跟我谈英雄？您那几千官兵连我这山门都没摸着，您这将门虎子连我一个山野丫头的一根绳子都挣不脱，您拿什么去破那100万人马的天门阵？就凭您那一枪子还没断奶的热血，还是凭您爹杨六郎那张老脸？这一番话，那是真真儿的降维打击，把杨宗保最后一层名为家门荣耀的遮羞布给撕得粉碎。杨宗保愣住了，他看着那截降龙木，又看看眼前的女子，他心里明白，穆桂英说的是大实话。在天波府里，他是被捧在手心里的接班人，大家看他都是带着滤镜的，觉得他英武不凡。可到了这木柯寨，他就是一个连基本业务能力，也就是武力值都不过关的裙带关系户。这种残酷的职场复盘，让杨宗保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感。他发现，离开了天波府那个平台，他杨宗保在那降龙木面前，竟然没有半点议价权。穆桂英抓的就是这个心理缺口，他把那截木头拿起来，随手丢在杨宗保怀里。杨宗保下意识的一接，沉甸甸的木头压在腿上，那不仅是重量，那是大宋朝万千将士的性命。这在人情世故里叫做责任绑架。穆桂英把这核心资产直接塞你手里，意思很明白，东西我可以给你，但你得拿命来换，拿你这个人来换。您各位咂摸咂摸，这穆桂英的算盘打得多响啊！他要是直接把降龙木献给朝廷，顶多得几赏银子，得个虚衔，弄不好还得被那帮奸臣给吞了功劳。可要是把降龙木作为嫁妆，把自己嫁进杨家，那他就不仅仅是一个土匪头子了，他是天波府的少奶奶，是手握核心技术的合伙人。这在现代商业里，这就叫带着核心专利入股世界500强。穆桂英看杨宗保的眼神，那哪是看心上人啊，那是看一个能带着他这草根团队实现阶级跨越的优质可资源。而杨宗保呢，他抱着那截木头，就像是抱着一根救命稻草。他想，只要能破阵救国，牺牲点个人名声算什么？这种自我合理化的心理安慰，其实就是他向穆桂英屈服的第一步。一旦一个人开始为自己的妥协找高尚的理由，那他的灵魂就已经在合同上签了字。穆桂英看火候差不多了，身子又往前凑了凑，这一次他的声音变得柔和了一些，带了点江湖儿女的爽利，也带了点让男人骨头酥掉的温存。他说，宗保，这木头是死物，可破阵的人是活的。你要是拿了木头就走，你回了大营，你爹得治你个丧失辱国之罪。可你要是带着我一起回去，我就是你的内助，这降龙木就是我的嫁妆。你不仅立了奇功，还给杨家添了一个能征善战的媳妇。这笔买卖，你做还是不做？这一句宗保，喊得杨宗保浑身一激灵。从杨将军到宗保，这称呼的跨度就是权力的让渡。这时候的杨宗保已经被穆桂英这种打一棒子给个甜枣的套路给玩转了。他在想，这女子虽然野了点，可长得是真俊，武艺是真高，手里这筹码是真硬。这哪里是相爱的过程？这分明是穆桂英在对他进行一场关于生存还是毁灭的职业规划指导。杨宗保在那后堂的灯影里，看着穆桂英那张在火光下忽明忽暗的脸，他发现自己竟然不再那么讨厌这个女土匪了。那种被强者征服后的畸形快感，夹杂着对降龙木的渴望，在他心里编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这在职场里
就是那种被强势领导挖掘并重用后的成就感，哪怕这个领导曾经把你骂得狗血淋头。他张了张嘴，原本想说婚姻大事需父母之命，可话到嘴边变成了你真愿意随我去破天门阵？穆桂英哈哈大笑，那笑声震得房梁上的灰尘都落了下来。他知道这局他赢定了。他这哪里是在求婚？他是在这山寨的实验室里，通过暴力测试，选定了一个最合适的产品经理，去帮他推销他那名为穆桂英的个人品牌。话说这后堂里的私相授受，那是两心相许的伏笔，可要把这桩强行并购的买卖做实了，还得回那聚义厅，当着众位江湖好汉和杨家亲兵的面，来一场硬碰硬的职场答辩。您各位咂摸咂摸，这穆桂英为何不悄悄放了杨宗保，偏要在这大庭广众之下，把这位小将军重新推到风口浪尖上？这在权谋博弈里叫做舆论定性，他得让天下人都看着，是杨家的小官人自愿纳了他这山野之妻，是天波府求着他穆柯寨献宝。穆桂英在那聚义厅的首位上一坐，虎皮垫子衬着他那一身火红的劲装，手里端着个粗瓷大碗，里头晃荡着辣嗓子的烧刀子。他斜眼瞧着被松了绑却依旧僵在客位的杨宗保，那一脸的戏谑，就像是在看一个刚被猎人套住还想挣扎两下的小鹿。他这头一句话就没给这位将门子弟留半点退路，他张口便问：杨少爷，这降龙木您是抱着了，可这天门阵里头的生克变化、奇门遁甲，您那本家传的兵法里写着怎么破了吗？这一问真是问到了杨宗保的脊梁骨上。杨宗保那时候虽然手里死死搂着那截黑漆漆的木头，可心里头却像是在打鼓。他那些年在天波府演武场上练的是排兵布阵，看的是堂堂正正之师，哪见过天门阵这种带着邪气、透着诡谲的江湖死局？他憋红了脸，刚想梗着脖子回一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可一抬头撞见穆桂英那双洞若观火的眼睛，那话就硬生生给憋了回去。这就是职场里的专业碾压。穆桂英不仅仅是手握核心资产降龙木，他更掌握着这项资产的使用说明书。在现实的人情博弈里，你光有钱有背景没用，你得有解决那个要命难题的真本事。穆桂英瞧着他那副窘相，冷笑一声，那是从鼻子里哼出来的轻蔑。他把大碗里的酒一饮而尽，动作豪迈的让杨宗保这自诩英雄的爷们都觉得自惭形秽。他又说了，这一句比刚才更狠，直指杨家将的核心软肋。你们杨家男人死的差不多了，剩下的也多是些循规蹈矩的木头桩子。若没我穆桂英这把劈山的利刃，你这降龙木拿回去，不过是给辽狗添把火烧灶台罢了。您说这大宋的江山是靠你那点子虚名守着，还是靠我这山野村姑的刀头守着？您各位听听，这话里头全是弦外之音。穆桂英这是在当众对天波府进行资产审计。他拨开了杨家将那层金灿灿的功勋外壳，露出了里面人才凋零、思维僵化的里子。这在现代管理学里就是典型的外部顾问强行介入家族企业。杨宗保这时候不仅是面子挂不住，他内心深处那股子对未知战局的恐惧被穆桂英彻底给勾了出来。他看着眼前的女子，突然意识到这哪里是个土匪头子，这分明是老天爷派来救命，顺便还要收割他后半生的职业债主。他坐在那儿，手里抹撒着降龙木，那木头上的龙鳞纹路扎着他的手心，也扎着他的尊严。他在想，要是拒绝了，他今天走出这山门，回去就是个办事不力的草包；要是答应了，他这辈子就得打上穆桂英的烙印，甚至得背负一个阵前招亲的骂名。这种在名利与道德边缘的极限拉扯，
让这位杨小将军在那一刻老了不止10岁。可您再瞧瞧穆桂英接下来的手段，那才叫绝。他看杨宗保快被逼到死角了，突然放软了语调，从那虎皮椅上站起身，慢悠悠地走到杨宗保跟前。他没再用那种凌厉的眼神，而是垂下眼帘，盯着杨宗保那双因为用力过猛而指节发白的手。他低声说了一句，声音小的只有他们2人能听清，却重得像座山：宗保，我穆桂英不图你杨家的富贵，我图的是这天下太平后，我能有个光明正大的身份，去记我穆家的列祖列宗。你带我下山，你是救国的英雄；我不带你下山，你就是那一节枯木的陪葬。这笔账，你算得清吗？这就是最高级的利益共同体游说。他把自己的野心包装成了对先人的追怀，把杨宗保的妥协包装成了救国的勋章。在人际交往中，如果你想让一个人彻底为你所用，你不能光威胁他，你得给他一个能自我感动的台阶。杨宗保听了这话，原本紧绷的肩膀突然塌了下来，那是一种长久对抗后的彻底脱力。他抬头看着穆桂英，眼神里竟然带了一丝感激，甚至还有一点点他自己都不敢承认的依恋。这时候，聚义厅里的气氛微妙到了极点。那些原本等着看笑话的江湖好汉，见自家大王居然和这位官家小爷说起了悄悄话，一个个也都识趣的闭了嘴。穆桂英趁热打铁，突然转过身，对着满堂的喽啰大喊一声：从今日起，杨小将军便是这穆柯寨的姑爷，谁敢不从，犹如此案。说罢，他手起刀落，咔嚓一声，那坚硬的红木案台的一角应声而落。这一刀是剁给外人看的威严，更是剁给杨宗保看的定心丸。他这是在搞既定事实法。他压根儿没等杨宗保点头，就直接在众人面前把这名分给定死了。这在职场里，就是那种强势老板在还没跟你谈妥薪资的时候，就直接在全体会议上宣布你成了副总裁。你除了硬着头皮顶上去，你还能当众反水不成？杨宗保在那一刻是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赶鸭子上架。他看着那截断掉的案角，又看看满屋子高喊姑爷的壮汉，心里头那股子文人墨客的扭捏劲儿，竟然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江湖豪气给冲淡了。他在想，这或许就是命。杨家的祖训是忠君爱国，可如果这忠君的路非得经过这山野女子的闺房，那他似乎也没得选。这就是人性中最隐秘的弱点。当我们无法对抗一种强大的趋势时，我们会迅速调整心态，去享受这种被裹挟的快感。杨宗保慢慢的站起身，那一身的银甲虽然还没擦干净尘土，可他的眼神变了。他不再是那个来讨公道的特派员，他成了这局博弈里的合伙人。他对着穆桂英深深做了一揖，这一揖拜的是这女子的智谋，更是拜别了那个单纯稚嫩的自己。话说这聚义厅里的喧嚣还没散去，那一声声姑爷喊得杨宗保耳根子发烫，脑子里嗡嗡作响，像是进了成千上万只没头的苍蝇。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名分定下来容易，可这程序正义在哪儿呢？在大宋朝的律法里，在天波府的家法里，婚丧嫁娶那是天大的事，得有媒妁之言，得有父母之命，得有3书6礼。可穆桂英是谁呀？他是这山头上的活阎王，是规矩的制定者，他眼里哪有那些虚头巴脑的繁文缛节？他看着杨宗保那副失魂落魄又带着点认命的样，心里头明白，这火候到了，若是不趁热打铁把这生米煮成熟饭，等这小少爷回了大营，被他爹杨六郎那根军棍一下，准得变卦。于是乎，穆桂英这手儿玩得更野了，他压根没给杨宗保写家书报备的机会，直接一挥手，对着手下那帮5大3粗的喽啰吼了一嗓子：去，
把后寨那几坛子老酒搬出来。今晚上，本大王要在这木柯寨跟杨小将军把这堂给败了。这一声令下，整个山寨就像是炸了营的马蜂窝，到处是红灯笼乱晃，到处是杀猪宰羊的血腥气。杨宗保僵在原地，手里还死死搂着那截降龙木。他想反抗，想说这阵前招亲是掉脑袋的死罪，可他一抬头，看见的是穆桂英那双在火把映照下野性勃发的眼睛。那眼神里有一种让他站立的原始生命力，那是他在那规矩森严、处处讲究尊卑礼仪的汴梁城里从未见过的风景。在现实的人情博弈里，这叫做打破既定程序的高速变现。穆桂英深知，所有的谈判只要拖入漫长的审核期，最后大多都会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流产。他要做的就是制造一个既成事实，把杨宗保的退路给彻底堵死。这就像是一个急于套现的创业者，在投资人还在犹豫细节的时候，直接把核心资产转让协议和股权变更登记一股脑全办了，让你连反悔的余地都没有。杨宗保被几个粗鲁的汉子推搡着进了后房。这屋里头没有红绸铺地，没有白子千孙帐，只有2只胳膊粗的红蜡烛，在那儿跳着惨绿惨红的火苗，映的墙上那柄大刀的影子忽长忽短。穆桂英走进来的时候，已经换了一身稍微轻便些的红裙，可腰间依旧束着那根捆龙索。她看着坐在床沿发愣的杨宗保，大大咧咧地往桌边一坐，倒了2碗酒，一碗推到杨宗保跟前。这酒香里带着泥土的苦涩，熏得杨宗保鼻子发酸。穆桂英开口了，声音里没了一丁点儿刚才在厅堂上的杀伐气，反而带了几分自嘲。宗保，我知道你心里在骂我，骂我是个不知廉耻的野丫头。可你咂摸，这破阵的降龙木，除了我穆桂英，谁能平平安安送进你们杨家的大营？这婚事是我求你的，也是我救你的。你在这儿跟我拜了堂，这木头就是你的立功本。你要是不拜，今晚你走出这道门，外头那几百条好汉可不认你是什么杨家将，只认你是偷木头的贼。您听听，这叫什么？这叫极端的利诱包装成极端的牺牲。穆桂英这是把刀子藏在棉花里，递给杨宗保一个不得不接的台阶。杨宗保看着那碗酒，又看着眼前这个英气勃发的女子，他不得不承认，从他踏入木柯寨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不在那个讲道理的世界里了。这里的逻辑很简单，谁拳头硬，谁手里有资源，谁就是规矩。他在想，如果这时候坚持要回营请示，那不仅降龙木拿不到，他自己的小命也得搁这儿。更关键的是，他在潜意识里竟然对这种突破禁忌的快感产生了一种病态的向往。一个打小被忠孝礼义束缚的死死的高干子弟，一旦见识到了江湖的快意恩仇，那种压抑已久的叛逆心理就像是决了堤的洪水。他端起酒碗，咕咚咕咚喝了个精光，那辛辣的液体顺着喉咙下去，烧得他眼睛通红。这一刻，他签下的不仅仅是一份婚约，更是一份要把灵魂卖给这片荒山野岭的契约。咱们再说说这一晚的所谓婚礼，没有乐官吹打，只有窗外喽啰们的酒话和偶尔传来的狼嚎，没有长辈证婚，只有那一节沉默的降龙木见证着这段注定要震惊朝野的孽缘。穆桂英看着杨宗保喝了酒，嘴角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他起身走到他跟前，那红裙的摆动像是一团火在杨宗保眼前晃。他伸出手，轻轻拍了拍杨宗保那依旧紧绷的脸颊，那动作带着一种主子对宠臣的恩赏，也带着一种女性对男性的彻底征服。他轻声说：“别愁眉苦脸的，这大宋朝欠你们杨家的，以后我穆桂英替你讨回来。”这句话才是真正的杀招。
他击中了杨宗保内心最隐秘的委屈，杨家将满门忠烈，换来的却是朝廷的猜忌和战场的孤立。穆桂英给了他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全感，一种来自江湖不讲章法的庇护。这一夜，杨宗保完成了从家之子向人之夫的痛苦转变。他看着窗外的月亮，心里头在想，明天该怎么面对天波府的列祖列宗。可当穆桂英那温热的手抓紧他的手心时，那些沉重的家族包袱似乎变轻了许多。这在现实的职场和家庭博弈中，经常能见到这种越级跳槽或者闪婚式并购。当你发现原有的体制无法保护你，或者给不了你想要的晋升通道时，一个带有江湖色彩的强大外援，往往能成为你打破僵局的唯一出路。杨宗保虽然在道德上觉得自己堕落了，但在现实的权衡中，他知道自己赢了。他拿到了降龙木，还拿到了一个能帮他杀出一条血路的女人。话说这山寨里的红蜡烛燃了大半截，那泪掉的也跟杨宗保心尖上的血差不多。这堂也拜了，酒也喝了，名分这东西就像是一把无形的锁，咔嗒一声就把这位杨家小将给锁死在了穆桂英的红裙子边上。您各位咂摸咂摸，这杨宗保在那后房坐着，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巡逻哨声和山风穿林的风号声，他心里头那股子拧巴劲儿，其实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这在心理学上讲，叫做意志的彻底断脚，而在咱们人情世故的博弈里，这叫做猎物的斯德哥尔摩化。您瞧，这杨宗保原本是带着官军来剿匪、来取宝的，结果现在呢？官军散了，宝物虽然在怀里，可自个儿倒成了土匪的压寨女婿。这种身份的剧烈错位，如果是在正常环境下，那足以让人疯掉。可穆桂英高就高在，他在这密闭的山房里，给杨宗保营造出了一种全世界只有我能救你的幻觉。他不是用绳子捆着他，而是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带着野性的崇拜与护犊子似的霸气，把这个在教条里长大的年轻人给彻底包裹住了。杨宗保盯着那摇曳的火光，眼神从最初的愤怒、羞耻，慢慢变得迷茫，最后竟然透出一股子认命后的依赖。这种转折其实就发生在他接纳穆桂英递过来那碗苦荞茶的一瞬间。那一刻，他发现自己不再需要去扮演那个完美的滴水不漏的将门接班人了。在穆桂英面前，他可以是个败将，可以是个丢了红缨的倒霉蛋，甚至可以是个被女人护在身后的小白脸。这种从未有过的卸下铠甲后的轻松感，就像是一剂名为顺从的毒药，顺着他的血管流遍了全身。在现实职场里，您各位肯定也见过这种事儿，一个被大厂规矩压得透不过气的精英，突然被一个不讲理却极具个人魅力的江湖老板给挖走了。最初是抵触，可一旦体会到了那种打破常规、唯我独尊的快感，他往往会比谁都忠诚。杨宗保此时对穆桂英就是这种心态，他觉得这个女人虽然蛮横，但她是真的懂她的委屈，懂她身为杨家后代那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苦。穆桂英坐在一旁，那双跟狐狸一样灵动的眼睛就没离开过杨宗保。他瞧着他那微微松弛的肩膀，瞧着他那不再紧绷的下颌线，心里头乐开了花。他知道这个男人已经被他驯服了，这种驯服不是靠皮鞭，而是靠一种心理上的降维补全。杨宗保缺什么？他缺的是敢于打破常规的胆量，而穆桂英满身都是这种胆量。他走过去，手搭在杨宗保的脖颈后头，那股子从战场上带下来的热力穿透了杨宗保冰凉的甲胄，直抵心窝子。他轻声说了一句，这声音里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类似母性又像是情人的温柔：宗保，以后在这大宋朝有人欺负你，我就杀谁；要是你爹要打你，
我就带着穆柯寨的弟兄把你抢回来。这一句话彻底击碎了杨宗保最后的心理防线。您各位想想，一个从小生活在军令如山、父命难违环境下的孩子，突然听到有人说可以为了他去对抗那座如山般的权威，那种震撼是无与伦比的。杨宗保在那一刻甚至产生了一种荒诞的错觉，这穆柯寨才是他的家，而那个规矩森严的天波府反倒成了一个冰冷的职场。这就是穆桂英最厉害的地方，他把这种私情上升到了对体制的反叛，让杨宗保觉得爱上他不仅仅是男欢女爱，更是一场关于自我的解放运动。这在人情世故里是最高级的笼络人心，它让你觉得你背叛原有阶级不是因为贪婪或好色，而是因为你在追求自由。于是乎，在这摇曳的灯影下，杨宗保第一次主动伸出手，抓住了穆桂英那只满是老茧的手。这一个动作，在那无声的深夜里，就像是一次秘密的权力交接仪式。他不再问你为何如此，而是问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这一个咱们标志着杨宗保彻底完成了从天波府特派员到穆柯寨合伙人的身份转变。他开始站在穆桂英的角度考虑问题，他在想怎么回去跟杨六郎交代，怎么把这门亲事给做实了，甚至在想怎么利用穆桂英这股力量去帮他在天波府内部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这种顺从后的主动献策其实就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表现，他已经完全认同了绑架者的逻辑，并试图在这种逻辑下活得更好。咱们换个视角，从这权力博弈的本质来看，杨宗保的这种顺从其实也是一种极其隐秘的男人的自保策略。他心里清楚，事已至此，反抗只会让他失去所有。降龙木在人家手里，人也在人家寨子里，如果他硬着脖子走出去，那是死路一条，而且是名声扫地的死路。可如果顺着穆桂英，他就能带着宝物回去，还能带回一个绝世高手，这在政治账目上叫止损为盈。他在这一夜的沉默中，其实已经完成了一次极其复杂的关于性价比的精算。这种算计藏在情爱的外壳下，显得那么不由自主，实则精明到了极点。穆桂英看着杨宗保那张渐渐平复下来的脸，心里头对这个男人的评价又上了一层。他喜欢他的顺从，更喜欢他这种能在绝境中迅速找到生存位点的圆滑。他知道这个男人带回去不仅仅是一个丈夫，更是一个他入主中枢的引路人。他站起身，熄灭了最后2支残烛，屋子里陷入了一片黑暗。在那黑暗中，所有的算计、博弈、恐惧和依恋都交织成了一种浓稠的化不开的复杂情感。杨宗保在这一刻彻底告别了他的少年时代，告别了那个只会背诵兵法、讲究忠义的杨小将军。他成了穆桂英手里的那张王牌，而他自己也甘愿成为这张牌。话说这穆柯寨的山门大开，晨曦微露，那一层薄薄的紫气在大峡谷里横冲直撞，倒像是给这满山的草木都披上了一层诡谲的甲胄。您各位咂摸咂摸，这下山的路跟上山的路，那能是一个滋味吗？上山的时候，杨宗保那是带着官威，骑着白马，满脑子都是降妖除魔的立功经。这下山的时候，他手里还是那杆红缨枪，怀里还是那节降龙木，可这人已经从里到外被穆桂英给格式化了一遍。穆桂英跨在那匹大红马上，那战袍随风猎猎作响，像是一团扑不灭的荒野之火。而杨宗保呢，他紧随其后，眼神里少了那股子名门子弟的骄横，多了一种被生活、被强权、被那种不可抗拒的野性彻底揉碎后的顺从。这在权谋局里叫做主权确认的公开路演。穆桂英为何不悄悄送他走？为何非要弄得金鼓齐鸣，
漫山遍野的喽啰列队相送。这分明是在向这方圆百里的江湖，向那天波府的官军宣告：瞧见了没？这杨家的种，现在是我穆柯寨的姑爷了。您各位得盯着那下山小道上的一个极细微的动作瞧。穆桂英走在前头，突然勒住了马，回过头来，那马鞭的柄在指尖转了个圈，轻轻一指杨宗保。他没说话，只是挑了挑眉毛，那眼神里藏着一股子洞察人性的戏谑。杨宗保心领神会，竟然翻身下马，紧赶2步，伸出手去拽住了穆桂英的马缰绳。这一拽，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在天波府那是给佘太君牵马的礼，那是晚辈对长辈、下属对上级的臣服。可现在大宋朝最有前途的江星，再给一个女匪首牵马坠灯，这不仅是面子丢到了泥缝里，这是在进行最后的股权确认。在现实职场里，这就是那些被并购的小公司高管在进入母公司之前，必须在大众面前做出的姿态。我不仅带资入伙，我还彻底认同你的企业文化，哪怕这种文化是让你在大街上给新老板拎包。杨宗保这一牵马，其实是在告诉穆桂英，也在告诉自己，从此以后，我杨宗保的主权正式移交给您穆大小姐了。这山路崎岖，实则搁着杨宗保的保底战靴，那种脚踏实地的痛感，让他脑子里那些飘在云端里的英雄梦彻底散了架。他抬头看着穆桂英在马背上摇曳的身影，心里头在那儿盘算，这一步迈出去，回了大营，迎接我的会是什么？是父亲杨六郎的虎头铡，还是众将官的冷嘲热讽？可他一低头，看见自己手里攥着的马缰绳，又觉得有一种莫名的踏实。这种踏实很自私，也很真实，那是他在那窒息的将门规矩里从未感受过的。穆桂英通过这一路的牵马行，把杨宗保最后一丝想回大营后翻脸不认账的可能性给堵死了。这就好比是现代商战里，一方逼着另一方在最热闹的商圈拍个亲密合影发朋友圈，这就叫舆论锁死。你现在是我牵马的汉子，到了你爹跟前，你还怎么抵赖这山寨里的一夜温存？咱们再往深了里拆解这穆桂英的心思，他这时候的心态，那是志得意满中带着3分警惕。他看着杨宗保牵马的样子，心里头那本人才引进的账本算得清清楚楚。他知道杨家男人骨子里都有种近乎自虐的忠义，这种忠义只要用好了，就是他穆桂英入主中枢最好的护身符。他故意放慢了马速，让那马蹄声在幽谷里回荡的慢条斯理，像是在欣赏一件刚刚完工的艺术品。他偶尔会用马鞭轻轻抽一下杨宗保的肩膀，说一句姑爷使劲儿，别累着，那声音清脆悦耳，落进杨宗保耳朵里，却像是催命的符，又是醉人的蜜。这种极端的反差，让杨宗保在那一刻产生了一种极其扭曲的快感。在现实的人情世故里，这种高强度的羞辱式提拔，往往能让受害者产生一种超越常理的忠诚，因为他已经把所有的自尊都抵押给了对方，除了死心塌地跟着对方赢，他已经没有第二个选择了。快到山脚下的时候，杨家的官军残部已经在那里接应。当那些士兵看到自家少主居然给一个女子牵马时，那一张张脸上的表情简直比见了鬼还精彩。有的惊愕的连手里的长枪都掉了，有的羞愧的低下了头，还有的在那儿窃窃私语。杨宗保在那一刻心尖剧烈的颤抖了一下，那是他作为将门虎子最后的本能挣扎。他想撒手，想跳上马背，重新做回那个威风凛凛的指挥官。可就在他手松动的那一刹那，穆桂英在马上微微低头，用只有他们2人能听到的声音说了句：“宗保，这路可还没走完呢。”这一句话带着山野的凉气，也带着不容拒绝的威胁。
杨宗保那只松开了一半的手，像触电一样，又紧紧抓住了缰绳。这就是所谓的股权转让的不可逆转性。在那众目睽睽之下，杨宗保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亮相。他以一个从属者的姿态，宣告了他与穆桂英的利益联盟。您各位咂摸，这最后一段山路走的那是步步惊心，步步算计。穆桂英不仅确认了对杨宗保的个人控制权，更通过这个细节完成了对杨家将官军的心理震慑。他要让所有人知道，连你们的少主都得给我牵马，你们这帮残兵败将，以后除了听我的，还能指望谁？这在现实中就是那种强势的空降兵领导，通过公开羞辱前任或原班人马的偶像，来达到迅速接管话语权的目的。这一招极其毒辣，却也极其高效。等到了平原上，穆桂英翻身下马，那动作轻盈的像是一片落叶，可他落地的声响，在杨宗保听来却重如泰山。他接过杨宗保手里的缰绳，顺便在他手背上轻轻一抚，那触感冰凉又火热。他笑着对杨宗保说：“成了，接下来的路，咱们得一起去见公公了。”这一句公公喊的是顺理成章，却听得杨宗保浑身打冷战。他看着前方尘土飞扬的大营，看着那迎风招展的杨字大旗，心里头明白，下山博弈的这一局，他输了个精光，却也赢了个未来。他不仅丢了作为男人的表面尊严，更把自己整个人，包括他的家族名声，全给打包卖给了眼前这个红衣女子。可这就是博弈的真谛，你得拿最有价值的东西去换你最想要的东西。他想要降龙墓，想要立功，想要保住这摇摇欲坠的大宋江山，所以他必须忍受这牵马坠灯的羞辱。而穆桂英呢，她通过这一路上的细节表演，彻底确认了她在未来家庭、未来职场中的绝对领导地位。话说这杨家大营的辕门外，寒风卷着枯叶打着旋儿，那一杆杆绣着杨字的赤色大旗在半空中抖得像是一片片带血的火烧云，气氛肃杀的连路过的老瓜都不敢落枝头。您各位咂摸，这杨宗保牵着马，马背上驮着那个红衣招展、眉宇间尽是野性的穆桂英，怀里还死死抱着那节能定乾坤也能要人命的降龙木。这一脚踏进营门，那哪是凯旋而归呀？这分明是自投罗网，是带着违规并购的烂账回来找大 boss 报销了。帅帐帘子猛地一掀，走出来的正是大名鼎鼎的杨六郎杨延昭。这位老帅的面色黑得跟锅底灰似的，眉心拧成了一个死结，那眼神里的怒火简直能把杨宗保那身刚换上的银甲给烧化了。在职场博弈里，这叫做决策层对中层违规操作的极限震慑。杨六郎看中的不是那根木头，他看中的是杨家的规矩，是那份不可僭越的将门清誉。可他没料到，他那个打小听话、视规矩如命的独苗儿子，这次带回来的不仅是资产，还是一个彻底颠覆了杨家股权结构的野蛮合伙人。杨宗保扑通一声跪倒在雪地里，那膝盖撞在冻土上的动静沉闷的让人牙酸。他双手捧着降龙木，嗓子眼里像是堵了快签，半晌才蹦出一句：“父帅，孩儿取宝回来了。”您各位细瞧杨宗保跪下的那个姿势，背脊挺得笔直，可那握着木头的手指尖却在微微打颤。这就是典型的心理博弈后的后遗症。他在木柯寨已经把灵魂抵押给了穆桂英，可回了家，那20多年的伦理纲常又像是一道沉重的铁枷锁，死死扣住了他的脖颈。他这时候心里想的是，木头我带回来了，功劳在这儿摆着呢，老父亲总得给个台阶下吧。可他忘了，在那位一辈子活在忠义2字里的杨六郎眼里，程序正义重于一切。杨六郎压根儿没看那降龙木一眼，他盯着穆桂英，
那眼神就像是在看一根扎进肉里的毒刺，猛地一拍帅案，震得那令箭筒子乱晃，厉声喝道：“畜生！阵前招亲，辱我门风！来人，推出去，斩了！”这一声斩字出口，整个大营瞬间静得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官军们面面相觑，那焦赞、孟良两位老将更是吓得腿肚子抽筋。这在人情世故里叫做领导者的权威重建。杨六郎必须杀子，因为他不杀子，就没法面对那满营的将士，没法面对那死在沙场上的杨家英烈。可就在这千钧一发，屠刀都要架到杨宗保脖子上的当口，原本一直冷眼旁观的穆桂英动了。他没下马，就那么居高临下的坐着，手里握着马鞭，嘴角挂着一抹冷笑，那眼神里透着一股子我看你演到什么时候的狠辣。您各位咂摸咂摸，这种时候寻常女子早该哭天抢地下跪求情了，可穆桂英偏不，他这叫做反向极限施压。他太清楚杨六郎的软肋了，杨家缺人，缺能破阵的人，更缺敢把这天捅个窟窿的人。穆桂英突然清亮的笑了一声，那笑声穿透了肃杀的秋风，直刺杨六郎的耳膜。他一抖红裙，轻飘飘的跳下马，步子迈得极稳，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杨家将的步点上，却又带着一种江湖人不讲理的韵律。他走到杨宗保身边，也不下跪，就那么斜刺里拦在刽子手前头，对着杨六郎挑了挑眉毛，开口便是一记响亮的闷棍：“杨老将军，您这刀要是落下去，斩的可不仅是您儿子的脑袋，更是您大宋江山的最后一点指望。您说宗保辱了门风，我穆桂英带着穆柯寨数千精兵，带着破阵的唯一利器降龙木，屈尊降贵做你们杨家的媳妇，这叫辱了门风，这叫带资入股，救你们杨家于水火。你要杀他可以，那这降龙木我这就带走，顺便告诉天下人，杨家将只会窝里横，破不了辽兵的大阵，倒有本事杀自家的功臣。”这番话真是把现实主义博弈玩到了极致。穆桂英把私情、国事、利益、尊严全搅和在一起，做成了一颗硬邦邦的药丸，硬生生的塞进了杨六郎的嗓眼。杨六郎气得胡须乱颤，可他那只扶着帅案的手却不由自主的抓紧了。他在想，这女子好利的口齿，好硬的底牌。在现实生活里，这就好比是公司创始人的儿子在外面私自签了个大单，虽然违了规，但这个单子关系到公司的生死存亡。你当老板的想执行家法，可对方那个提供核心技术的供应商直接站出来说，你要是敢动我的人，我立马撤资毁约。这时候的杨六郎已经不是在执行军令了，他是在进行一场关于杨家将未来5年战略规划的痛苦博弈。杨宗保跪在雪地里，仰头看着挡在自己身前的那个红色身影，那一刻，他眼里的穆桂英不再是那个调戏他的女土匪，而是他在这世间唯一的救命稻草。这种极端境遇下的保护，让他的斯德哥尔摩心态瞬间升华为一种近乎神圣的追随欲。他在心里暗暗发誓，只要今儿不死，这辈子哪怕是给穆桂英拎鞋，他也认了。这在家庭博弈中很有意思，当媳妇在公公面前硬刚到底，保住了丈夫的性命时，那个家庭的权力中心其实就已经从父子关系悄悄转移到了夫妻关系上。杨宗保的这种默许，其实就是他作为旧体制受害者对新势力代言人的一次彻底投诚。穆桂英见杨六郎沉吟不语，知道这老狐狸的心弦已经松动了，他趁热打铁，突然收敛了那股子嚣张劲儿，反倒是对着杨六郎深深一揖，语气里带了几分狡黠的温存：“公公，宗保是您看着长大的，他的心思您最懂。他若不是为了大局，怎肯受我这山野女子的折辱？
您这一刀下去，亲者痛，仇者快。不如您把这破阵的帅印交给我，若我破不了阵，您再杀我们这对亡命鸳鸯也不迟。您看，这笔买卖是不是比在这儿空讲规矩要划算得多？您听听，这就是最高级的以退为进。他不仅要保命，他还要夺权。他把这视为一场职业经理人对亏损企业的接管。他给杨六郎递了一个台阶，一个能让他保住面子又能拿到里子的台阶。此时的大营内风声似乎都小了些。杨六郎看着穆桂英，又看着那个虽然狼狈却眼神坚定的儿子，长叹一声。他知道大势已去，杨家的规矩在生存的重压面前不得不低下了高贵的头。他那是对手下将领摆了摆手，那一瞬间他仿佛老了10岁，那不是体力的衰竭，而是对某种旧秩序彻底崩塌的无奈接受。他扔下令箭，转过身去，只留下一句冷冰冰的话：若破不了阵，你们谁也别想活。这哪是饶恕啊，这分明是最后的对赌协议签署了。杨宗保脱力般的瘫坐在地，而穆桂英却昂首挺胸。在那一刻，他不仅确认了他在杨家的名分，他更确认了他在这支军队、这个家族里的绝对统治力。话说这大营辕门外的刀光剑影总算是慢条斯理的压了下去，可这空气里头凝固的冰碴子，那是半点没化开。您各位咂摸咂摸，这杨六郎虽然把扔出去的令箭给收了回来，可那老帅的脸皮子还是紧绷着的，活脱脱像是一面经年的老牛皮鼓，敲不出声，却憋着闷雷。杨宗保在那雪地上瘫软了半晌，直到那膝盖缝里钻进了一股子透骨的凉气，他才恍惚间觉着自个儿这条小命算是从阎王爷的功德簿上给硬生生的抠回来了。可他一抬头，瞅见穆桂英那红裙摆子在风里飘得跟战旗似的，心里头竟然没来由的生出一股子敬畏，甚至还带着那么一丁点儿劫后余生的庆幸。这在咱们人情世故的博弈局里，叫做权力的平移与重组。原本这大营里头，杨六郎是天，杨宗保是地，规矩是雷打不动的铁律。可打从穆桂英把那节降龙木往帅案上一撂，把那番利害关系往明面上一摆，这天波府的权力核心就从那尊老帅的位子上悄无声息地挪到了这位野蛮媳妇的腰刀旁。这穆桂英可是个极聪明的猎手，他知道杨六郎虽然收了兵刃，可心里头那道名为将门尊严的坎儿还没过去。于是乎，这位刚进门甚至还没正经喝过婆婆茶的女山大王，做出了一个让满营将士都跌破眼镜的举动。他没在那儿耀武扬威，反倒是把那柄杀气腾腾的大刀往身后一背，款款走到那帅台之下，对着杨六郎那道略显佝偻的背影，稳稳当当的行了一个军礼，又补了一个家礼。这一个屈膝，那可真是神来之笔。在职场上，这就叫给足老板面子，拿稳自个儿里子。穆桂英这一跪，跪的不是杨六郎这个人，跪的是那天波府100年的忠义招牌，是为了告诉这帮老顽固，我穆桂英是来救局的，不是来掀桌子的。他这一低头，反倒让杨六郎那满腔的怒火没处撒，只能化作一声长叹，摆了摆手，示意这2个小辈赶紧滚进帅帐。等进了那密不透风的帅帐，里头就剩下这杨家3口了，气氛沉闷的像是一场高层闭门会议。杨宗保缩在角落里，手里还死死攥着那节降龙木，像是个做错事又立了功的孩子。穆桂英却不客气，他往那鱼图前一站，纤纤细指在那如蛛网般复杂的天门阵势图上轻轻一划，那一瞬间，他身上的那种山野气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让帅帐都要站立的将帅之风。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没谈情说爱，也没谈婆媳伦理，他直接抛出了他的破阵 PPT。
他告诉杨六郎，这天门阵之所以难破，不在于兵力，而在于势。杨家将讲究的是堂堂正正的兵法，可这阵法里头全是江湖人的阴招损招。这就好比一个正经经营的百年老店，遇上了一帮不讲武德、玩资本收割的野蛮人，你用老规矩打，准得亏个精光。而他穆桂英打小就在这些阴谋诡计里抛大的，他手里的降龙木是引子，他肚子里的江湖精才是杀手锏。这一番深度的职业分析，让杨六郎彻底沉默了。他在这一刻终于意识到，杨家的未来已经不在他这些老将的断发残生里，也不在宗保那还没淬过火的儒将之气里，而是在这个女子的野性与谋略之中。这在现实的家族企业传承中是极其残酷的一幕，创始人不得不承认，自个儿那套老掉牙的规矩已经带不动这艘大船了，他必须得引入一个他曾经看不起的带着野蛮基因的职业经理人，甚至是让这个经理人成为家族的主人。杨六郎看了一眼杨宗保，看着儿子眼里那种对穆桂英近乎盲目的崇拜，他心里明白，宗保这辈子是被这个女人给吃得死死的了。可这种吃死何尝不是一种保全？至少杨家的香火没断，杨家的招牌还能在这战场上再亮上一回。于是乎，在大营的最高处，在一场极其简陋却又庄严的让人窒息的授印仪式上，穆桂英正式接过了那方沉甸甸的破阵帅印。那一刻，漫山遍野的官兵都在看，都在议论。有人说这是天波府的耻辱，让一个女匪首发号施令，可更多的人在那冷冽的晨光中看到了生的希望。穆桂英接过帅印，转过身对着杨宗保笑了笑，那笑里没了之前的挑逗，多了一份战友般的厚重。他对杨宗保说：“宗保，从今日起，我是帅，你是将。在这阵前，没你我的小情，只有大宋的胜负。你敢跟吗？”杨宗保猛地单膝跪地，那响声震碎了残雪。他大声回了一句：“末将领命。”这一声喊，算是彻底完成了他的人格重塑。他不再是那个需要被呵护的温室花朵，他成了穆桂英手里最锋利的那把钢刀。这哪是简单的相爱过程啊！这分明是一场通过武力征服、利益博弈、心理重塑，最后达成阶级跃迁与资源置换的暴力美学式的结合。穆桂英用一根降龙木做饵，用一场生死肉搏做局，用一场辕门救夫做恩，硬生生把一个出身高贵的官三代变成了他最忠实的政治盟友和家庭合伙人。这种爱拨开了那层虚幻的细词儿，里头全是生活的筋骨和权力的真相。在现实生活中，多少中老年朋友瞧着自家的儿女婚事，总想着门当户对、温婉贤淑。可您各位咂摸，这乱世之中，这多变的职场之上，有时候一个能带着你冲出重围，甚至能按住你脖子教你做人的强势伴侣，才是最硬的护身符。当穆桂英挂帅的消息传遍京城，传回天波府，佘太君在那寿堂之上轻轻敲了敲手里的龙头拐杖，嘴角露出了一抹老谋深算的笑。老人家心里门清，这穆桂英哪是来当孙媳妇的，她是来给杨家续命的。她那野性的血，正好能补一补杨家这百年门风里日益衰竭的阳刚。这场相爱的结局，不是在洞房花烛夜的温存里，而是在那旌旗蔽日、降龙木横扫千军的战场硝烟中。穆桂英用她的长枪，在那个男权的、等级森严的社会里，硬生生划拉出了一个属于他的时代。而杨宗保这位曾经的贵公子，在他的身侧，在那血与火的洗礼中，终于找回了真正的男人脊梁。